机器人夺取俄军阵地，俄乌战场上演终结者。如果把时间拨回2年前，相信不少人对俄乌战场的印象都停留在漫天的炮火、泥泞的战壕以及那些红军村的满地废墟上。但在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的今天，一切都变了。未来战争的场景正在战场中上演。4月13日，泽连斯基宣布了一个震惊全世界军事专家的战报：在人类战争历史上，首次有敌方的防御阵地完全由无人载具所夺取。具体来说，在乌军最近的一场进攻中，乌军没有投入哪怕1名人类步兵，他们仅仅依靠新型反坦克地面无人车配合空中的无人机蜂群，就将俄军的防线轻松撕碎，迫使坚守在战壕里的俄罗斯士兵举手投降。而乌克兰方面实现了恐怖的0伤亡。好家伙，演了一辈子终结者的阿诺施瓦辛格看到了，恐怕都得直呼内行。而泽连斯基更是自信道，未来已降临在战场，但乌克兰正在塑造未来。那么这支突然杀出来的机器人大军到底是什么来头？他们在战火纷飞的俄乌前线究竟执行着怎样的任务？乌克兰又是如何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硬生生逼出一支成建制的无人化部队的？要看懂这场无人战争，我们必须先看清乌克兰军队面临的绝境。随着战争进入深水区，俄罗斯凭借庞大的苏联底蕴，依然在源源不断地把动员兵送往前线填线，试图用传统的人海战术加钢铁洪流慢慢耗干乌克兰的军工基础。而乌克兰这边虽然一直在拼命补充新兵，但前线的人手短缺问题依然极其严峻。乌克兰军官很清楚，面对俄军铺天盖地的温压弹以及 FAB 滑翔炸弹时，把宝贵的受过北约训练的步兵填进那些毫无掩护的散兵坑里去死守，在战术上是极其愚蠢的，也只有呆板的俄军会这样做。那么该用哪种方式抵御俄军的肉浪战术？乌克兰统帅部苦思冥想，迟迟得不到答案。直到他们看着不断飞往前线的无人机，终于豁然开朗。拼人头我们拼不过俄罗斯，那就跟他们拼科技、拼算法、拼无人系统。用泽连斯基的话来说，把高科技送进最危险的区域，取代人类战士去承受第一波炮火，才是对人类生命保护的最高体现。这个战略决策一经下达，乌克兰在地面机器人系统领域的扩张速度堪称狂飙突进。仅仅在4个月的时间里，乌克兰前线使用机器人的部队规模就完成了一次指数级的增长。根据广场起义报和 DELTA 作战系统披露的数据，机器人使用率从去年11月的67个连队疯狂飙升到了今年3月的167个连队，几乎增加了2倍。这个增长曲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乌克兰军队正在成建制、成体系的将地面无人车辆嵌入到基层连排级的战术编队中。一些精锐的旅级单位甚至已经组建了自己专属的右级为独立作战分队。伴随着编制的扩大，机器人的任务量也在恐怖的激增。去年11月，地面机器人执行的任务还只有2900多次，到了今年1月，突破了7000次，而在刚刚过去的3月，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9000多次，环比暴涨 50%。 整个第一季度，乌克兰的这支机器人大军在泥泞、雷区和炮火中累计执行了超过21500次作战和后勤任务，自今年初以来更是完成了惊人的32500次任务。不过任务执行的多却不代表执行的好，这些机器人在战场上的任务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电影《终结者》早已给出了答案。关于乌军已经投入实战的无人系统，我们可以按照战术用途大致分为3大类。第一类主打后勤补给与医疗后送。在现代战争中，前线的最后1公里往往被称为死亡地带，俄军的无人机和迫击炮死死盯着补给线，任何试图上前线送饭送子弹的人类士兵存活率都极低。现在这种高死亡率的任务都交给了右机卫，这些低矮的采用电动机驱动的履带车噪音极小，几乎没有红外信号，他们可以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穿越被炸得稀烂的泥泞地带，把成箱的迫击炮弹、口粮和急救包精确地空投到前线的散兵坑里。更伟大的是他们的医疗后送功能。在过去，要抢救一名被狙击手压制在开阔地的伤员，往往需要搭上2到3名医疗兵的命。现在带担架的游击卫可以顶着敌人的弹雨直接冲上去，将伤员拖回安全地带。他们没有恐惧，没有痛觉，即使被炸断了履带，大不了回厂大修，但他们救回的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第二类专攻前沿扫雷与破障。
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布下了人类历史上最密集的雷区之一，步兵踩上去就是粉身碎骨。传统的扫雷车又大又笨重，极易被反坦克导弹摧毁，而小型的排雷游击卫可以携带爆破索或者专用的扫雷滚，在主攻部队前方开辟出一条安全的死亡通道。哪怕踩响了反坦克地雷被炸成碎片，乌军也只损失了几千美元的硬件成本，而不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工兵。第三类，侧重武装突击与阵地坚守，这是最让人胆寒的一类。他们不再是后勤工具，而是纯粹的杀戮机器。乌军在部分游击卫上集成了遥控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甚至是标枪或斯图格纳 P 反坦克导弹。他们可以在步兵的视距外提前潜伏进俄军装甲部队的必经之路，就像一条躲在草丛里的毒蛇，随时准备对俄军的 T-72 坦克发起致命一击。在阵地防御中，他们的表现同样令人啧舌。乌军大名鼎鼎的第3突击旅曾经进行过一次大胆的实战测试，他们使用一台名为 DOE 的 TW12.7 的武装无人地面系统，直接取代了一个步兵班，将其部署在最前沿的火力点上。这台机器仅仅搭载了一挺 12.7 毫米大口径重机枪，没有进行任何防御部署，结果却极其震撼。这台遥控机器人在俄军的猛烈炮火和步兵冲锋下，竟然死死地坚守了那个阵地长达1个半月之久。俄军无论怎么冲，面对的都是这台不知疲倦、火力凶猛且完全不怕死的钢铁哨兵。这种以机器换防线的战术，极大地节省了乌军宝贵的有生力量。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距离前线几公里甚至10几公里外，一个隐蔽的地下防空洞里，乌军的操作员们正坐在类似高端电竞房的指挥终端前，面前是几块高分辨率的显示屏，每一个冲在前线的地面平台都装备了极其昂贵的昼夜高清摄像机、红外热摄像仪，实时的数据通过天线、中继设备和加密无线电链路瀑布般的传输到后方大屏上。操作员左手控制着履带的行进方向，右手操作摇杆瞄准敌人的战壕。他们的身边不仅备有充足的便携式电源和充电站，更重要的是还配备了专业的电子战工具和频谱监测仪。为什么要有电子战工具？因为俄罗斯人不是傻子，面对乌军的无人机和无人车，俄军最常用的反制手段就是全频段的电磁干扰，试图切断操作员与机器人之间的数据链。一旦断联，机器人就会变成停在原地的废铁。所以乌军的操作员不仅要会开车开枪，还必须是一名优秀的电子战黑客。他们需要实时监控周边的电磁环境，一旦发现俄军的干扰信号，就要迅速切换通信频段，或者调整中继天线的角度，保证链路在任何恶劣的实战条件下都能有效运转。这种信息化的指挥网络带来的另一个巨大战术优势，那就是多域协同。在过去的2年里，乌克兰的空中无人机已经大放异彩，无论是第一视角自杀式穿越机，还是挂载炸弹的大型6轴无人机，已经成了俄军装甲部队的头号噩梦。去年12月，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曾透露，仅在11月这1个月内，乌军就执行了超过30万4千次无人机飞行任务，这个数字是极其恐怖的。而现在，乌军正在把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正如我们视频开头提到的那次机器人夺取阵地，就是空地协同的巅峰之作。空中的侦察无人机在高空盘旋，提供上帝视角的战场态势感知，标定俄军战壕里的人员分布和火力点位置。FPV 自杀式无人机像精确制导导弹一样，提前拔出俄军的重机枪和反坦克导弹发射架。紧接着，地面的反坦克无人车在空中视野的引导下避开雷区，直接碾入俄军阵地。面对天上不停扔炸弹的无人机和地面上刀枪不入的机器战车，躲在战壕里的俄军步兵面临的是极其绝望的死局。他们引以为傲的 AK 步枪打在钢板上毫无作用，呼叫的炮火支援又极易被乌军的无人机提前反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俄罗斯士兵最终只能选择向这些没有生命体征的机器举手投降，代表冲锋的乌拉最后变成了投降了。同样，这种空地协同也用在了极高难度的战俘营救上。今年3月底，乌军就是靠着空中无人机的精确引导，配合地面特种部队或者地面无人车辆，成功从俄罗斯军队的严密看守下救出了2名乌军战俘。这再次证明了无人系统在复杂任务中的巨大潜能。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担心，这些机器人会不会像科幻电影里那样，
有着自主意识的 AI 大脑，只要放出笼子就能自动参战，后面甚至会拥有思想，所有人类。我只能说，这不是科幻，这是奇幻。就现阶段的科技水平来看，战场机器人依然是被人类牢牢控制的提线木偶。总的来说，乌克兰已经成为了全球无人机和机器人技术最高效的试验场。这种在战火中催生出的市场需求正在风一样的增长。数据显示，过去1年，乌克兰的机器人市场规模估计达 2.52 亿美元，而在2025年，国防机器人的产量预计将疯狂增长近6倍，成为乌克兰国防技术领域增长最迅猛、最具活力的板块。嗅觉极其灵敏的美国硅谷和欧洲军工巨头也已经带着他们最前沿的原型机深入到了俄乌前线的泥泞中，在乌军的帮助下进行实地测试。他们在这里收集的数据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人类战争武器的研发走向。不过，俄罗斯人也没闲着，面对乌克兰在无人化领域的神威，难以维持步兵进攻节奏的俄罗斯也开始了呆板的跟风。他们开始在部分战线上部署履带式的地面无人车辆，进行补给和排雷，试图在这场机器人军备竞赛中不至于被落下太多。但比起乌克兰的机器人，简直像蚂蚁碰到大象，完全没得比。正如乌克兰第3军军长比列茨基所言，我们正处于另一场革命的边缘，这场革命与正在进行的无人机革命遥相呼应。地面机器人系统将彻底改变战场格局，而乌克兰正站在这个变革的最前沿。好了，本期关于乌军机器人夺取阵地的分析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面对这种空地协同的无人作战体系，传统的防御战术是否已经彻底失效？在未来完全由 AI 主导的战场上，人类指挥官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你也支持乌克兰，请务必长按点赞、强烈推荐、转发关注一波。我们下期见。